大家好，上一期视频我们介绍了怎么样种好西瓜，我基本上结合自己的经验，把自己知道的影响西瓜生长的主要因素都给大家介绍了一遍。后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不够，今天我想拿一个反面的例子再给大家说一下。我刚好这边有一个野生的西瓜，我拿它作为样本，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西瓜生长不好，然后还有哪些补救因素是我们可以做的。大家来看一下，这一颗就是我野生的西瓜。我们顺着藤蔓往这边找，可以找到它的根部在这个地方。周围的草有点太多，稍微拔一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生长条件是非常不好的，杂草丛生。看它的根部周围还长了这种野草，我先给它拔下去。我把这棵西瓜旁边的草稍微的拔了拔，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整洁不少了，大家应该是能够看清楚了。来看一看这棵的根部，现在这个根部还有茎蔓长得还算是不错。这棵当时就是吃瓜的时候有种子散落在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萌芽长出小苗，后来瓜苗就长起来了。我们看它所在的位置还不错，不影响我们种菜，也不影响我们割草，所以我们就给保留下来了。看看现在长得还算是挺不错的。首先我们来看看这种野生长出来的瓜跟我们自己种植的瓜比起来都有哪些条件是缺失的。先看它的土地的部分，看看这片土地在种它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给它加堆肥呀，或者是加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也没有底肥。另外就是甚至连松土都没有做过嘛，这块地就是原本的土，可能上面表层有一些还可以的土，就促使种子能萌发了。这样就会导致这个瓜先天不足，因为它扎根不会能扎到特别深，而且扎下去之后也没有养分嘛，所以理论上应该是不可能长得比家种的瓜好的。这样看来，它长出一个还算可以的瓜，那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这些野生的瓜长起来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就给它做过一次人为的干预，就是当初它长起来之后，有很多的分支，我们做了一次基本的整蔓处理，然后当时是留了3条蔓，但是大家看看现在已经是长得有点乱七八糟了。当时主要是这儿有一条，这儿有一条，然后这儿有一条，后来就没怎么管它。看看现在长的蔓还是挺多的，远处还有好多孙蔓都已经长出来了。然后就是整蔓的同时，我在它根部周围，就是这些地方稍微给它松了松土，然后里边撒了2把的有机肥。之后就是把周边的土往根部稍微堆了堆，也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像浇水呀，还有其他的管理，后来就再也没有做过。这基本上全是靠天吃饭，就是野生的了。在做了基本的人为干预工作之后，像这样的瓜就可以坐果成功，然后也可以慢慢膨大起来了。尤其是在刚刚杂草丛生、生存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长成这么大也是不容易了。其实大家看，现在表层的土是比较松的，也就是只有这么一层，因为这是菜园的边缘，这已经是和草地接壤了，所以这下边的土其实是很硬的，它扎根应该是也扎不了太深的。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稍微给它进行一些人为的干预，就能长出一些膨大的瓜来。其实我们看看另外一条蔓上边，如果继续往前走，这里边还有一个瓜，这个瓜长的大小比刚才那个稍微的小了一点儿，但是也还可以，也是可以，将来是可以接受的这种能够吃的瓜。另外一条蔓上就没有东西了，这条蔓基本上就作为营养蔓，在这边接受光合作用了。大家可以看到这颗瓜的另外2个藤蔓都长在我们的辣椒和茄子地里边了。这个时候它接受的光照时间和光照强度都是不太够的，所以另外一条营养蔓在这边接受阳光、吸收营养还是挺有必要的。像这颗瓜这种先天不足、后天生存条件又不好的情况下，如果我们选择给它在结瓜的这条腕上边这些地方给它压一下蔓，然后下边能长不定根的话，增加营养吸收，这样对促进这个瓜的增大会更有帮助。另外的这条蔓也是，如果想好好管理的话，可以把一部分埋到土里边，让它长不定根。如果我们要是那样做了的话，这个瓜还是会大上一圈的。
如果当初这块土地松了土，并且施足底肥，那么在保留2个瓜的前提下，这2个瓜都基本上大概率是能长到我们正常种植的时候瓜的大小的。我在这里也顺便回答一下关于留瓜的问题。有的朋友问，做瓜之后发现长出来的瓜有一点点的歪，要不要留？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是正常种植的话，你发现瓜有缺陷，哪怕一点缺陷，其实就可以不留了，因为后边有的是瓜，有很多的瓜都可以重新膨大起来，不要留它，给后边的瓜留更多的机会就好了。大家可以看我这里边有一个反面的例子，这个瓜就是因为它是野生的嘛，所以当时也没太管它。它长出来之后，很小的时候，应该就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点歪，长得不太匀称。看看这种瓜长大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在镜头里面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它其实不是圆的，是有一点点的歪。这种也不能完全算是畸形吧，就是不美观。像这种，如果我们小的时候不留它，留它后面的瓜，那后面的瓜长出来可能就匀称了。不过话说回来，留也就留了，无所谓的，因为自己家吃，长得难看一点也没什么大问题，只要是不是太畸形。就像这种稍微有一点点歪，最后膨大，然后长出来长成可以食用的，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你发现它明显的畸形，就别留了。那种的话，最后长出来也不会好吃的。大家如果发现自己辛苦种出的瓜，最后做瓜之后并不膨大，长得很小，甚至还没有我这种野生长出来的长得大、长得好，那么你可能就要反思一下，是不是种瓜的基础的东西掌握好了。这里边我再总结和强调一下，第一点就是土壤，土壤要肥沃松软，排水性好，底肥要充足，这是重中之重。第二点，如果你是移栽种植的话，那小苗要健壮，然后根系要发达，苗龄大概是3到4周就要移栽出来，移栽太晚的话，生长会有影响。如果你是直播种子种植的话，那么种种子之后就要精心的浇水啊、照顾啊，让种子和小苗能够快速的发展起来。第三一点就是整治管理，这应该是算我们人为干预最大的一个工作了。不管你是耙地种植也好，吊蔓种植也好，都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整治整蔓方式，给它进行哪怕只有1次的整治整蔓管理工作，这样也能让我们瓜的数量和质量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最后你选择是单蔓整治、双蔓整治还是3蔓、4蔓整治，这些方法都是可以的，根据瓜型和实际需要选择就行了。第4一点就是追肥，我们可以在整完枝、整完蔓之后，在瓜的周围附近挖这种小沟，挖下小沟之后，把有机肥施到里边。我们主要施磷钾肥为主，氮肥为辅的有机复合肥。这样的话，能为我们西瓜后续的生长还有膨大提供充足的营养，不至于导致后劲不足、提前衰弱，瓜不能膨大起来。这些如果都做到了，还要注意西瓜的病虫害管理。一般西瓜种好了的话，不容易生病虫害，这点比黄瓜还有甜瓜这些瓜类要强很多。但是如果万一有病虫害的话，比如真菌性的疾病啊，或者是西瓜虫、黄瓜虫这些虫害，我们也是需要用有机杀虫剂进行相应的防治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看一下我以前做的关于病虫害防治的视频，我这里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了。最后，如果我前面说的这些点你都没有做到，或者是做得不好，想补救怎么办呢？那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刚才已经介绍过的压蔓，我们可以把一节蔓压下去，压到土里边，这样的话，在压下的地方又可以生根，这些根就又可以吸收营养了。第二一点就是浇施叶肥，叶肥可以在根部周围浇到根的地方，让根来吸收，因为它吸收的速度是比固体的肥料要快很多的，所以能让瓜迅速的获得营养。也可以喷施到叶面还有瓜的表面，这样的话能够让叶片也同时吸收肥料。这些都是在你肥料不充足的情况下，就是底肥和第一次追肥都没有或者是不充足的情况下，可以用这些方法来快速的补救。如果基础不是很好的话，这些补救措施也是不可能达到你想要的那种程度的。不过亡羊补牢，犹未迟矣，做了总比不做要强上很多。
还有一个第3点就是，如果你的瓜基础不好的话，已经造成先天不足了，然后刚才补救的措施也做了，这个时候还可以去做一件事儿，就是减少留瓜的数量。比如说，你这一颗蔓上留1个瓜，那这1个瓜肯定长得要比2个瓜好的，因为所有的营养都供给这1个瓜了。当然，这样做的一个前提是你的小瓜还没有膨大起来。像我目前这样，如果2个瓜都已经膨大很好了，那这2个瓜就理论上就不应该给它动了，保留着让它们长大就好了。你可以仔细的找一找，如果藤蔓上面后续还有一些坐果的小瓜，那这些瓜我们可以给它摘除掉。这样的话就专心供给这2个瓜就好了。同时，像这种后来长出来的多余的侧蔓，我们也可以把它去掉，这样的话能够节约一部分养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希望我这一个野生西瓜的反面教材能够对你有所帮助。